說起 YouTube 上的瘋子，你可能首先想到那些吃播、惡作劇或者玩遊戲的主播。但有一個人，他把瘋狂這件事玩到了另一個維度。這個人叫 Jimmy Donaldson， 網名 MrBeast， 現在是全球訂閱量最高的個人 YouTube 頻道主，超過4億5千萬訂閱者。對，你沒聽錯， 4.5 個億。讓我們從頭說起。1998年，Jimmy 出生在堪薩斯州，後來在北卡羅來納州長大。2012年，13歲的他開始在 YouTube 上發視頻 ，ID 叫 MrBeast6000。這個6000是他 Xbox 隨機生成的遊戲 ID 後綴，他就這麼用了。早期的視頻內容嘛，就是典型的少年網紅配置，玩 Minecraft， 玩使命召喚，估算其他 YouTuber 能賺多少錢，偶爾點評一下 YouTube 上的 drama。說實話，那時候的內容平淡無奇，他自己都很少在視頻裡露臉。到2016年中期，他才積累了3萬訂閱者。你知道這對一個做了4年 YouTube 的人來說意味着什麼嗎？基本上就是沒什麼起色。但 Jimmy 是個狠人，他在2016年從大學輟學，全職做 YouTube。他媽當時氣炸了，直接把他趕出家門。想象一下，你兒子跟你說：“媽，我要輟學當網紅。”這換誰都得瘋。但真正的轉折點來了。2017年，Jimmy 發了一個視頻，標題是我數到了10萬。對，就是字面意思。他在視頻裡從1數到10萬。這個視頻用了40多個小時拍攝，最後剪輯成了一個視頻。聽起來很蠢，對吧？但這個視頻爆了，幾天內就有幾百萬瀏覽量。這就是他發現的第一個秘密，人們喜歡看別人做極端的、荒誕的，甚至有點傻的事情。從那以後，他的視頻開始變得越來越瘋狂。他會說 PewDiePie 10萬次，他會數圓周率到小數點後10萬位，他會在孤獨禁閉裡待50個小時。但真正讓他起飛的是，他發明了一種新的 YouTube 內容形式——超高預算的慈善挑戰。這個模式是怎麼運作的呢？比如說，他會找一個品牌做贊助，拿到10萬美金，然後他會在視頻裡把這10萬美金全部送出去，給無家可歸的人，給陌生人，給完成挑戰的參與者。視頻火了，瀏覽量暴漲，廣告收入和贊助費又回來了。然後他把這些錢再投入到更大的視頻裡，這是一個越滾越大的雪球。到2018年，他已經送出了超過100萬美金。他開始被稱為 YouTube 最大的慈善家，但這個稱號有點諷刺，因為他的慈善本身就是內容，就是商業模式的一部分。他把善舉拍成視頻，從中賺錢，然後再用賺到的錢做更大的善舉和視頻。這是一個完美的循環，也是一個道德灰色地帶。他最有影響力的視頻之一是2021年的限時版魷魚遊戲。那時候 Netflix 的魷魚遊戲剛剛火遍全球，Jimmy 就想，我能不能把這個拍成限時版？他花了350萬美金重建了劇裡的場景，招募了456個參與者，設置了45.6萬美金的獎金。當然沒有人會真的死掉，輸了就是身上綁的裝置爆出假血。這個視頻在3天內就達到了1億瀏覽量，現在已經有接近7億瀏覽。它成為了 YouTube 歷史上最成功的單個視頻之一。但你知道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兒嗎？這個視頻的制作成本是每分鐘13萬美金，而 Netflix 原版魷魚遊戲的制作成本是每分鐘大約19萬美金。也就是說，一個 YouTube 創作者用稍微低一點的預算，在一個視頻裡複製了一個全球現象級劇集的核心體驗。他的其他經典視頻包括把1000萬塊樂高倒進朋友的房子裡，用真實的船玩戰艦遊戲，在水下埋50個小時，讓100個人待在麥片碗裡看誰堅持的最久。每一個創意聽起來都像是喝醉了胡說八道，但執行起來卻有好萊塢級別的制作水準。Jimmy 有一套自己的內容哲學。他說他的目標不是制作最好的視頻，不是制作最搞笑的視頻，也不是制作質量最高的視頻。他的目標是制作最好的 YouTube 視頻。這聽起來有點玄乎，但其實很有道理。YouTube 有自己的算法邏輯，有自己的觀眾習慣，有自己的病毒式傳播規律。Jimmy 研究這些東西研究了10年，他知道什麼樣的標題、縮略圖、節奏、剪輯方式能夠最大化觀看時長和點擊率。比如說，他發現在標題裡加入數字特別有效，10萬美金，456人，50小時。
他發現最後離開的人這種格式特別能留住觀眾，因為你會想知道結局是什麼。他發現前10秒鐘必須直接切入主題，不能有任何廢話。他的視頻剪輯節奏快到讓你喘不過氣，每隔幾秒就有一個新鏡頭，每隔10幾秒就有一個新轉折。他還發現組建一個固定的演員團隊很重要。他僱傭了幾個兒時的朋友 Chandler、Chris、Carl， 他們成為了視頻裡的固定角色。觀眾不僅認識 Jimmy， 也認識這些人，這讓他的視頻有了一種連續劇的感覺，有了人物關係，有了情感連接。但2024年對 Jimmy 來說是艱難的一年。雖然他的主頻道成為了 YouTube 訂閱量最高的頻道，超越了印度音樂公司 T-Series， 但麻煩也接踵而至。首先是他的合作夥伴 Ava Chris Tyson 被指控與未成年人有不當交往。Jimmy 立刻發聲明說自己不知情，並且切斷了與 Ava 的合作關係。然後他與亞馬遜合作的真人秀 Beast Games 在拍攝過程中出了問題。這個節目號稱是史上最大的遊戲節目，有2000名參賽者，$500萬獎金。但參賽者們開始在社交媒體上投訴，他們說拍攝現場缺乏食物和水，醫療條件不足，有人住院，有人被迫長時間工作卻得不到報酬。有女性參賽者說現場存在性騷擾，說他們感覺被當成什麼都不是。5名參賽者還發起了集體訴訟，指控工作環境惡劣，違反勞動法。Jimmy 的回應很謹慎，他說有很多幕後花絮會在節目播出時公開，證明這些指控被誇大了。他說他親自和700-800名參賽者交談過，他們都想再來一次，都覺得體驗很棒。但這種回應顯然不能讓所有人滿意。這引發了一個更深層的討論 ：MrBeast 的內容模式可持續嗎？他每個月要花$400萬製作視頻。他的視頻預算越來越高，從幾萬到幾十萬，再到幾百萬，現在已經到了上億級別。Beast Games 的預算據說是$1億，但 Jimmy 自己說這個項目讓他虧了幾千萬。他的商業模式是建立在不斷升級的基礎上的，每個視頻都必須比上一個更瘋狂、更大規模、更燒錢。但這個螺旋有盡頭嗎？他能一直這樣下去嗎？還是說總有一天他會發現自己掉進了一個無法維持的陷阱？而且他的慈善模式也引發了爭議。有人說拍攝別人的貧困和痛苦，然後從中獲利，這本質上是剝削。有人說給無家可歸的人一套房子，讓他在鏡頭前哭泣，這不是真正的慈善，這是表演。也有人說他至少在做實事，至少在幫助真實的人，這總比什麼都不做強。Jimmy 本人對這些批評似乎並不在意，他繼續做他的視頻，繼續擴張他的帝國。他創辦了 MrBeast Burger 快餐連鎖，創辦了 Feastables 巧克力品牌，發起了 Team Trees 和 Team Seas 環保籌款活動，分別籌集了$2400萬和$3000萬。2025年，他又發起了 Team Water， 為 WaterAid 籌集了$4000萬。他還在沙特阿拉伯開了一個室內主題公園 Beastland。他的淨資產估計在5億到10億之間。他被《時代》雜誌評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。他徹底改變了 YouTube 的內容生態。在他之前 ，YouTuber 就是一個人對着攝像頭說話。在他之後 ，YouTube 成了一個可以容納好萊塢級別制作的平台。有人說他是 YouTube 之王，有人說他是資本主義的怪物，有人說他是慈善家，有人說他是表演藝術家。也許他什麼都是，也許他什麼都不是。但有一點是確定的，他改變了遊戲規則。他證明了一個北卡羅來納的普通孩子，如果有足夠的執着、創意和商業頭腦，可以在互聯網上建立一個價值數億美金的娛樂帝國。他證明了 YouTube 不再只是業餘愛好者的平台，它可以和電視、電影平起平坐。但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。當內容創作變成了軍備競賽，當每個視頻都必須比上一個更瘋狂、更昂貴，這對創作者來說意味着什麼？這對觀眾來說意味着什麼？我們是不是在培養一種永不滿足的注意力經濟，在其中普通的、真實的、小規模的內容再也沒有生存空間？Jimmy Donaldson 的故事還在繼續，他才27歲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也許他會繼續打破記錄，創造更瘋狂的內容。
也許他會轉型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，也許他會崩潰，被自己創造的怪物吞噬。但無論如何，他已經在互聯網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。他是這個時代最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一，一個把資本主義、慈善、娛樂和病毒式傳播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人。他是 MrBeast YouTube 的瘋狂煉金術士。而我們作為觀眾，在點擊、觀看、分享他的視頻的同時，也在參與創造這個現象。我們是這場表演的一部分。問題是，我們享受這場表演嗎？我們願意為了娛樂付出什麼代價？當慈善變成了內容，當幫助變成了表演，我們失去了什麼？又得到了什麼？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，但它們值得我們思考。因為 MrBeast 不僅僅是一個 YouTuber， 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面鏡子，反射出我們對注意力、金錢、道德和娛樂的複雜態度。